本场讲座呢是属于我们职场新鲜人的系列，那我们是为即将完训的第5届青年们准备了这个职涯相关的主题。讲到职涯本身可能是有非常多的面向，非常多的步骤的，然而是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但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透过深入分析规划职涯的路径，助您找到真正适合你自己的工作。那除了这个关键主题之外，今天也会分享跨领域求职的心法，帮助大家未来在职场上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和机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讲师是小人物职场的创办人小人物。那讲师本身有非常多年的业界经验，在专案管理、数位行销领域也有丰富的跨域经历。那他从不同领域一步一步到现在在全球2000强的企业担任软体产品经理，成功的完成了跨领域的职涯转型。那后来呢，也创办了小人物职场这个平台，那分享他自己的求职经验，那帮助刚踏入职场或想转型的人，在不同领域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那我们数位职涯导航，走出适合自己旅程的讲座就正式开始咯，请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我们的讲师。那大家好，我是小人物，创办小人物职场这个平台是不敢这么说啦，其实就是在经营这个品牌而已啊。我同时还是有正职在，这个只是我算是一个喜欢分享的兴趣。今天的讲座大纲主要会分成4块，那第一个部分的话会讲一下说我自己在职业上面的发展，那我是怎么去如果从薪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是怎么去从这个底薪25000，然后慢慢到这个月薪20万这样的一个转职的方法。那第二部分的话，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是如何做的，我是怎么在这个职涯里面想办法去不断的加速这个求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文组毕业生嘛，我是念的是这个社会教育学系这样。好，那第3个部分我会有一个这个实作，就是我从这个104上面，我挑了同一个工作列了一些范例，看看说，哎，大家如果以后要找工作，也可以参考我的方式去了解说，哎，我面对工作的职缺，我怎么去一一的击破它，或者说，哎，更快的有机会拿到这个录取的机会。那最后一个部分会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说，哎，如果你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思考自己的职涯，或者是说，哎，你可能有很多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然后给你听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快速进到第一个部分，因为现在时间其实还蛮少的。那职涯发展的话，其实在我刚进入社会之前或者说我刚开始工作的新鲜人的时候，我可能都觉得说，哎，职涯的起点然后我可能就是慢慢升迁嘛，我可能这个从一般职员开始，然后做组长然后主任经理、协理那有机会可能这个最好的终点就是我可能可以做到这个总经理或者是这 CEO 董事长嘛。过去的我是这样想的啦所以说我不知道说，哎，那你想象中的职涯也是这样子吗？你也是觉得说，哎，找到一个好的公司，然后在里面从这个一般职员开始做，然后一路一路的往上爬如果说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好，那你就听听看我的发展年纪稍长了，我现在在40岁，对。那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没很认真在读书，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要玩社团。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我是在雅马哈教音乐这样子，但是白天都在家嘛，因为教音乐工作都是晚上或假日，所以家里的人就很反对我从事这个职业。但我为了避免他们持续反对，所以我白天就找了一份工作。那这一份工作其实很单纯，它就是一个动画脚本设计师。那离我家很近，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说我可以准时下班，下班之后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好，那第一份工作我大概做了4年左右。那它跟我的大学有没有关系？其实有一点，因为我念的是师范体系的社会教育学啦，所以说这个动画脚本设计，它其实跟教案的设计其实有点接近，所以在这个录取上面其实没什么问题。面试一间我就进去了，因为离我家也近这样子。好，那在这一家公司做了4年左右，我其实蛮快的，我在第2年我就成为主管，但其实我就带1个人，然后后来慢慢扩充到4个人这样子。好，那第2份工作其实转职的一个最大的想法就是说，哎，那我花一样的时间，我为什么不试试看去比较大的公司？那时候可能就是玩音乐，可能觉得哎搞不出个什么来，那我不如多花点时间在工作上面。
好，那我就去了这个中信金控，那主要是在做教育训练的这个专案经理啊。那在去教育训练什么东西，就是他们这个保险业务员可能这个法规很长啊，这个产品很难懂啊，我怎么去把一个比较艰涩的法规或者是这个比较难的产品，教业务员说怎么去跟这个一般的客户去做沟通，这样。所以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去读了很多内容，然后去做一些知识转化，去把它变成一些口诀或者一些口号，然后变成一个 DM，然后去教育训练这些业务这样子。好，那个时候其实很凑巧，就刚好他们中信金控刚好要做一个这个内部的教育训练平台。那我那时候是算人资啦，就人资单位的教育训练这样子。那他就说，哎，那他需要有一个人去跟 IT 做这个对接的窗口。那我刚进去嘛，我最菜，然后可能我也比较年轻，然后觉得你前面是做资讯公司嘛，然后你是做动画脚本设计嘛，你应该对电脑蛮熟的嘛。其实我并没有。好，那反正我就是呃半强迫的被接下这个任务去跟 IT 做沟通这样。那老实说，其实我根本就不懂，我就不太懂 IT 的架构啊、网站设计啊这些系统设计。但是我在这一个接触过程中，我发现说，哎，其实做系统的开发、软体的开发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你好像这个动动嘴巴，工程师要帮你做出来嘛，因为你是站在需求方的角色，所以对你来说，其实你只要把这个业务场景描述的很清楚，那需求讲得很清楚，其实工程师就会帮你做出来这样。那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蛮有趣的。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做教育训练呐，我并不是真的完全在做这个软体开发。所以我第三份工作，我就跑去一个新创科技，我就真的开始展开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产品经理这一条路了。我就真的开始跟工程师开始做这个产品的开发，做 APP 的开发。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是 iPhone 4刚好在台湾开始流行，应该是在全世界开始流行啊，所以我算是比较早期开始做 App 的那一群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刚好搭着这个风口进到新创科技，算是蛮好进去的。那我就一路做。那我后来就还是有转了一些产业啦，包含这个出版社嘛，包含这个教育集团嘛。那后来我在这个疫情前，就是4年多前吧，我就进到了那个台达电。对，那我一样是在做软体产品经理啊，就是我从这个2012年开始，我就是一路都在做软体产品经理，那主要都是做软体的开发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回顾我自己的职涯，你会发现说，其实每一个转变都是因为你当时的这个价值观调整去做了不同的选择啊。比如说我在这家公司，我想要的就是不加班，准时下班。我这家公司我想要体验的是这个大公司到底大企业长什么样子，我很想进去看看。那我这家公司呢，我是想要真的开发一个产品从零到一，然后我真的跟开发团队一起做。那我到出版社呢，我是觉得前面那份工作太累了，薪水又不高，所以我就空降去当主管。这样我想看看说，哎，我带十几个人，OK，是什么感觉啊？那我后来又觉得说，哎，当主管好像专业能力没什么进步，所以我又跑到了这个教育集团开始做数位企划。那后来又觉得说，哎，这个教育集团在台湾这个出生率越来越差，我在2019年就跑到科技业这样子。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这样子回顾我自己的职业发展，我会觉得这个都会随着你的短期目标其实它是一个上上下下的过程。这个上上下下可能是你的价值观改变了，你现在的需求改变了。有的时候你比较想要薪水，有的时候你比较想要这个生活工作平衡，有的时候你想要的是那一个公司的 title，有的时候你想要的是工作的内容有的时候你想要的是公司的文化，有时候你想要的是团队的气氛。所以你会随着你的这个目标的调整你就会开始对这些职业开始做了一些选择这样子。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那短期目标到底是多久？我如果真的想要做求职或转职，我大概要花多少时间？我有办法去做这个跨产业或跨领域的这个改变那一般我在设定大概就是1年左右啦。就是我如果今天想要做一个跨产业或者跨领域的改变，我大概会给自己一段时间。那我自己用的方式都是做中学，然后骑驴找马，就是说你也不要想说，哎，这个放弃现在，以前全部这样子，放弃所有的全部，其实并不是啊。我们真的在去
找新的工作或求职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更应该去检视自己会什么，跟新工作有没有可以结合到的地方，其实一定有，只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看不太明白，或者是没有真的深入的研究自己，就是不够了解自己，好，会产生错觉啦。好，那其实这个我就快速带过啊，因为这可能也不是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从这个转职哦，其实我第一年开始我就是2.5万啦。那在十几年前其实也是算蛮低的啦，那时候大概就是国立大学领2.5万，说出去是有点被笑啦。对，而且我的同学一毕业全部都是老师啊，这4万多块，但是我其实有兼职啦，所以我的收入一直也没有到很低啦。那我第一次跨领域转职，我就去转到了这个新创公司当产品经理。那你看6.5万好像比2.5万多很多，但事实上我那份工作做2年，是我做最短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压力太大，责任太大，我大概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左右。那基本上除了 coding 之外，写 code 之外，大部分事情都我在做，包含这个政府标案啊，包含产品的这个开发的 roadmap 啊，包含这个 user 的回馈啊，可能都是我在处理这样子。好，那我最后一次转职，2019那一次转职，其实是跨产业的转职啦。那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从第5次到这个结构调薪哦，我在做的事情都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月薪上面的变化，从这个13到20？其实只是产业哦，就是疫情开始，台湾的科技业蓬勃发展哦，不断的做这个结构调薪，所以我工作内容完全一样，其实并没有说，哎，我真的有做了什么努力。所以你从我的这2次转职，你可以发现说，第一次的转职我是有意识的转职，有意识的转职就是我想要增强我的工作技能，好，我的意思是在这里。那我的跨产业转职，我的意思在哪里？我发现说我原本的工作也不错，但是呢，产业前景可能不是很好，所以我选择的是一个跨产业的转职。好，第一个是工作技能的转职，第二个是这个公司产业上面的发展的转职。好，那大家在这个转职上面，其实你就可以去思考说，其实你会有一些选择啦，就是相同产业跟相同职务。大部分人转职或求职，这个很简单嘛，因为大学研究所念什么科系，那我就做什么事情嘛。好，那这其实是难度最低的。那第二种是说，哎，不同产业但相同职务。那像我过去后面几次转职都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其实我做的都是软体产品经理，那只是在不同产业，我可能在这个新创的科技业，我可能在这个出版业，我可能在教育业，我可能在科技业，其实我做都是软体开发，哦，都是在做 PM 这样的工作。好，那另外一种是说相同产业不同职务啊，比如说你可能进到同一个产业，但你一开始当的是这个 AM，就是客户成功经理，好，或者你开始当的是 BD，可能是业务发展经理，可是你随着你对客户的了解，随着对产品的了解，你可能在往后走啊，你可能变成了 PM，这个在这个职场上也是蛮多人是这样做的啊，或者是说可能你一开始是 PM，但是你喜欢接触客户啊，所以你再往前走，你反而去当了这个业务哦，这个在实际上也是会发生的，或者说你可能一个人会身兼多职哈，这都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所以相同产业不同职务跟不同产业相同职务的这个转职哦，其实啊、有难度，但是它并不是说做不到的。好，最后一个其实难度最高的是大家可能会想要就是说，哎，这个不同产业又不同职务，那这个转职方向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就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下说，哎，你怎么去做这样的转职啊？那难度有点高，就是你你可能要牺牲自己的下班时间，你可能要牺牲自己的这个假日时间哦，去做学习哦。那我相信大家也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啊。好，那你可以问问自己说，哎，那你如果现在有工作，或未来你有工作，或者你现在想要求职，那你想尝试的是哪一种转职的方向或求职的方向？是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尽量选赚钱的产业，比如说像金融业啊、科技业，这是最赚钱的嘛？还是说，其实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产业已经很好了，但是你总觉得你在你的工作内容不满意，那你可能要追求的是这个同样的产业，但是不同职务，你可以多接触使用者，好，多接触用户，是你想要的吗？还是说没有？其实你真的很不想被用户打扰，那你是在往后走，就是有没有可能躲到这个业务后面哦，就是专心的跟工程师做开发这样的工作，也是有这样的工作，那就是要自己的去
不断的找啊，不断的发掘这样子。好，那所以总归来说啦，这边的重点就是说，职业发展第一个是要有累积性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常去看到说，哎，这一个工作，哎，好像薪水不错哦，但是它可能缺乏累积性。比如说我一毕业我就跑外送啊，我就开 Uber 啊，其实薪水不错啊。其实你如果真的认真做，一个月4、5万，可能都比你跑去一家公司，然后从这个助理开始做，或跑去一家公司从一个小 PM 开始做，可能钱都还要多，甚至更弹性。尤其是大家可能很在意的是这个自由嘛，哦，但是它缺乏的是什么？缺乏是累积性，所以缺乏累积性的工作，它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当你到30几岁，你想转行的时候，其实难度是很高的。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优势是在于说，我大概做3、4年，我大概就转职，所以我的上一份转职其实是在37岁的时候，然后37岁前面是在35岁的时候，35岁前面是在30岁的时候，所以很多我常在经营 IG 的时候，很多这个粉丝都会私讯我说：“啊，我现在26岁了，那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或我现在26岁，我还可以转职吗？我会不会已经很老了？”然后每次看到这种就是私讯，我都会想说，其实不会啦，我一直最后一次转职我都已经是37岁哈，甚至你要说38岁也可以啦。哦，那转职的这个年龄当然它是会一个挑战。那为什么会是挑战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过去从事的工作都不具备累积性，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中年之后转职很难。但如果你做的是一个累积性的工作，你会发现说中年之后转职应该是很容易的啊，因为你累积的知识一定比这个刚入行的人多嘛。好，那第二个是弹性，弹性就是说你要记得你学的技能最好它是能够带着走的哦，它可能可以像是 USB 一样随插即用，或外接硬碟插进去就可以用啊，这个滑鼠插进去就可以用。尽量不要去学那些可能是只有那一家公司才有的技能哦。当然，为了工作不得不学啊，但是不要把太多时间花在这种公司自己开发的系统上面，或公司自己独有的机台上面。那你其实是很缺乏弹性。你会想说，我如果跟某一个产线机台很熟，那你会发现我离开了这个机台之后，其实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或我不知道我会什么。那像这种都是缺乏弹性导致的。那弹性一般来说，呃，大部分是软技能，比如沟通啊、团队合作等等。当然，它也有一些比较硬技能，比如像专案管理，它就非常弹性嘛。比如说这个财务的管理啊，你会不会看报表？像这种东西，其实它都是可以带着走的能力。所以大家尽量在自己的工作里面，不要只看说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想想说，哎，哪些技能是我离开了这家公司之后还可以继续使用的哦，那些东西可能才是最宝贵的。好，那第三个是规模性，规模性这个稍微难解释一点啦，就是说你要去了解到说你做的事情哦，到底它可以服务到多少人。哦，如果你常常是把一一段时间只服务一个客人，像这种就是很缺乏性的工作，比如说你开 Uber，你同时只能开一台车嘛，不具备规模性嘛，对不对？但如果你开发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软体，那规模性就很大了。那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想到的是说，哎，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到底它可以服务到多少人？有没有是可以服务到全台湾的人？或再往下一步，服务到这个华人，再往下一步，服务到这个全亚洲，再往下一步呢，服务到全球。你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像这样子的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去做一个这个算是什么？这个规模的扩大。好，那这3点结合，其实就是很适合你在职涯发展上面具备未来性的因素啊。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花了20分钟，我可能稍微讲的有点快啦。那大家可以 follow 我的 IG 啊，就是说等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万一我 QA 来不及回答，你还是可以写信给我或者 IG 私讯我，我都非常乐意跟大家互动啊。好，那大家在求职评估上面哦，其实第一个大家可能最考虑的就是说比较世俗的讲，就大家应该最在意的应该是薪资福利啦。就是以我第一份工作来说，可能薪资福利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要下班。但是后面工作对我来说，薪资福利很重要。那薪资福利到底你在求职的时候怎么去评估说到底好或不好？哦，好或不好，可能你会有一个界限在嘛。但是我们比较客观的评估是说，这个
这家公司发的薪水在业界的水平里面到底是偏高还偏低？如果它是偏高，那你的薪资就好嘛。比如说，同样都是洗碗，我在鼎泰丰洗碗一个月6万啊，但我在这个我家的巷子口的面店洗碗可能只有3万块哦。那鼎泰丰相较之下，薪资福利就高非常多嘛。哦，或者说像我做 PM，我可能在这个软体公司里面做 PM，那可能5万块、6万块，可能已经不错了。哦，那也许加上年终可能7、8万，我可能有资历一点，但是一样在这个半导体业或者是这个design house，就是去做 PM 哦，那薪水是差了好几倍，对，所以薪资水平记得要跟业界去比，同样的职务在同个业界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哦，你这个可能要比较一下。啊，第二个当然大家比较在意的是能力成长。其实我从第三份工作开始，其实我也比较在意的是能力这件事情。到底我在做事情有没有办法让我未来可以更突破？好，那能力的这件事情，可能你就是主管其实很重要。通常你去看你在这一家公司有没有这个成长性，你就看你的主管就好了。你就觉得说你的主管是你未来想要成为的人吗？哦，你可以去思考说为什么他可以当主管。哦，那通常主管大概就是你这个职位上面的上限哦，就是你主管的样子。所以如果觉得你的主管能力不是很好，你可能觉得你的主管这个也也就是带人也不太行，好，那你可能就要试试看，就是换一个主管，然后可能会好一点这样子。好，那工作心情的话，这可能就不多说啊，就是说你跟团队之间的相处啊，公司文化、身心健康啊，像我自己在当那个新创公司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非常不健康，所以我后来就是有那个免疫系统失调。那即便现在已经过了10年哦，那一个免疫系统失调、荨麻疹这件事情还是不断的困扰着我。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每天工作10个小时啊，虽然薪水没有很高，但是我觉得说，哎，那是我一个全新的机会，所以我愿意花很多时间哦去工作。好，但是后来就是身心健康就不行了，这样，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为了赚很多钱赔掉健康，似乎不是一个好打算，因为健康失去了，后面对就很难补回来，尤其是像我这种免疫系统失调，基本上医生也是跟你说，你好好维持，早睡早起，然后就是有讲跟没讲一样这样子。好，那第四个是内部机会啊，就是你去面试的时候，你可以评估一下，或者说你现在有公司，那你可以评估一下说，哎，那到底这家公司大不大方哦？你可以从这个教育训练上面去看一下，就是说它是提供什么样的教育训练的制度？它是公司有内训吗？还是说它会花钱让你去上课？还是说它有个预算让你去报？哦，像这个其实你是可以透过这个面试的时候去了解的哦，就教育训练的制度到底是怎么样啊？好，那最后一个是产业趋势啊，就是大家如果说不想频繁换工作哦，但频繁换工作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我讲的频繁指的是说1年内换2个啦，或者说2年内换4、5个，这叫频繁啦。如果说你一份工作都做2年以上，那我觉得其实是很稳定的。好，那产业趋势这也就是你要去评估一下说，你的这一个职缺的工作机会到底是会变多还是变少啊？因为很多时候工作机会是越来越少的，尤其我们接下来像去年开始这个 generative AI，就是这个 Gen AI，其实它已经开始呃让这个工程师，尤其对工程师的这个职缺慢慢的变少，因为发现说，哎，资深的工程师搭配这个 AI，哦，他可能一个人就可以抵过这个5、6个这个菜鸟工程师，所以菜鸟工程师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啊。现在不是没有工程师，现在大家在找的是有经验的工程师，可是大家却不愿意释出机会让这个没经验的工程师来工作嘛。所以工作机会这边可能大家就要搭配这个产业趋势，大家可能要看一下哦，就是哪些工作它是越来越多，哪些工作是越来越少哦。你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评估，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能力的问题嘛，很多时候是产业环境的问题，就是变少了，就是这个僧多粥少嘛，哦，这个竞争就很高。好，那你可以不断的，因为我刚刚有讲过嘛，我记得求职也是这样，就是我的价值观会不断的改变啊，所以你每次求职或想转职或者在找工作，你可能都要去评估一下说，那你现阶段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最想要的是钱吗？你最想要的是这个能力吗？还是说其实你想找一个稳定的产业，好好的做到退休？好，也是可以啊，它也是一种选择嘛。好，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说，那我自己在这个求职或转职的时候，我怎么去做？其实就是我们要用以终为始的这个加速思维啊。我们第一个是先去看说你想做的是什么哦，锁定求职目标。很多人他一开始连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决定，他就是把104银行当做是在这个什么看网络新闻一样，哦，打开就漫无目的的开始看，哎，这个好像可以，那个好像也不错，哦，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哦，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要快，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先了解自己，你到底想要找什么工作，好，你先锁定之后再开始找，好你如果说一开始你就是觉得做业务也可以，做 PM 也可以，做这个财务管理也可以，甚至去做这个 operator，你也觉得 OK，好，那其实就是会很慢嘛，因为你光是厘清说你到底要做什么，就花了太多时间了。所以第一个一定要锁定求职目标，好，那第二个是收集职缺的资料。等一下我会有范例给大家看哦，就是我是怎么去做这个职缺资料的收集。那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就是说，哎，那你不是说你找到了，人家就会用你嘛，对不对？你要去面试嘛，你可能会被挑战嘛，哦，所以你就要从对方开的条件去看看说，哎，你具备的能力有哪些？那你缺的怎么办？缺的就是用第四个嘛，做一些学习计划去补嘛。什么是学习计划？你可能是这个看书，可能是看课程，可能是参加讲座，可能是参加培训，whatever，反正都可以。就是你做什么，就是你定一个学习计划，然后让自己可以跟着这学习计划，真的去把这个能力的落差把它补上。哦，那很多时候有些能力其实是很难看出来的。哦，就是说从你的这个谈吐啊，或者是这个履历们看不太出来。比如说专案管理的能力，好，那你面试的时候，你怎么看得出来说对方专案管理强不强？你只能看看他的履历，看看他的这个讲话逻辑嘛。所以说我们在拟定学习计划的时候，我们去特意补强那一段，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很多这个取巧的方法啦。哦，就是说你可能对专案管理也许你不熟，但是你可以做的是什么？你可以去找一本专案管理的专书，哦，这个经典，好，翻开它的大纲。翻开他的这个前言概述跟他的结论，快速看一下。其实人家问你专案管理的时候，你也可以回答得出个大概。当然你要去面试这个资深的职缺就比较难的。可是如果说他只是想找一个人进来培养，或者说他可能要求资历没有很高哦，他要的是比较是这个 junior 的，那你其实都很有机会。好，那我就有这个实作范例给大家看一下哦。好，那收集职缺资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哦。其实我就会分类项目，我会 A、B、C、D。那实际上啊，我其实不会只找4家公司啦，那是因为版面篇幅的关系，所以我就 A、B、C、D 这样子啊。那实际上我大概会去找10家左右的公司，哦，那10家都是我想进去的公司哦，不是就是随便找这样，我就找了10家我想进去的公司，我会一一的把它。哦，它的产业类别，它的职务名称应该通常都是很接近啦。哦，当然就是你要去看它的职务内容，有的时候职务的名称不太一样，但其实做的事情是一样。哦，比如说像 PM 就有很多 PM 啊，PJM、PDM 哦，这个 TPM 等等的哦，很多啊，大家可以。但是你把工作内容列出来之后，其实你就可以看一下说，哎，这个职务也许它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好，好。那再来就是你要去列出非共通的技能嘛，就是说 A 公司它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哦，那另外3家公司它不在意，或者是这个 B 公司比较在意的是什么，但是另外3家公司不在意那最重要的是这共通技能，就是有没有哪些技能是所有公司都需要的。好，那我以下我就做了一个范例给大家看哦，就是 A、B、C、D 公司，那产业类别大家可以看到 A 公司哦，这些内容其实我是这个104上面人家真的开的职缺啦，吼，那应该蛮新的，应该上礼拜开的。好，那产业类别像 A 公司，它就是这个 robot，就是机器人嘛，机器人产业，然后再找的是软体专案经理。那大家可以快速看一下哦，它这个太多了，就是我就不念了哈，那就这样把它贴进来哦。那 B 公司它就是很纯的软体业，那它是
软体的 PM 它是很纯的，就是软体业它主要就是帮客户开发一些客制的软体这样子，或者他们有一些既有的软体的这个模组在打包销售这样子。好，那 C 公司就是做的是物联网智慧家庭大家智慧家庭想象就是说这个冰箱可以上网嘛，这个回家之前可以先设定开始洗衣服嘛，等等的。好，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 D 公司更特别，D 公司它的是一个宠物医疗，但是他们也是要软体专经理因为他们有开发这个 Web App， 然后可以让这个饲主知道自己宠物现在医疗做到什么阶段嘛，就有个追踪有一个这个医疗进度的追踪这个医院的预约美容或者是应该是没有整形医疗的预约。好，那你列完之后，你就可以往下你就可以去看说，这4家公司如果是我一开始就会发现 B 公司，因为它是很纯的软体业，所以你发现说，像它真的这个软体专案经理它其实没有特别的，就是非共同技能，它没有什么技能，它要的技能几乎另外几家公司都要，所以你就可以去把这4家公司都有的共同技能把它写出来第一个，它可能需要专案管理；第二个，你可能会有这个功能规格，你要会写 spec 你这个基本能力要有；第三个，你可能会要用数位工具嘛，你可能会用 Jira， 你可能会用 Figma， 你可能会要用这个Trello， 你可能会要用 Asana， 你可能会用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专管理的工具。好，那第4个沟通协调，这当然是有点废话，就是 PM 就是不会沟通协调，就是不用混了这样。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就是当你同整完共同技能之后，你再回过头来说，你可以问问你自己说，你最想去的是哪家公司比如说你最想去的是这个机器人，你觉得这个未来很有发展性，搭配 AI，那你就可以再去往下看说，那 A 公司它非共同技能是什么？它比较特别，它想要的是什么？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就是它要有软体开发的经验。好，那你就会把它记下来。所以软体开发、敏捷开发，那你万一没有，你怎么去补强这个经验呢？第二个，他要学会软体版本的控制系统，他可能要 GitHub 或 GitLab 去做这个版控。好，那你就把它记下来。那或者说你比较想去的是 C 公司，那你可以发现说，C 公司比较特别是它要做竞品分析，那就要看你有没有兴趣嘛。因为竞品分析感觉起来它就有点像是 PDM，就是 Product Manager，就是产品经理，才会做比较多会做竞品分析因为他要看市场上面要卖什么东西。那专案经理，如果说你心里想的专案经理是比较多的是跟这个开发团队盯时程、看资源、顾品质，那可能这个公司的这个职缺就不是很适合了。好，那你再看 D 公司，D 公司最特别是它要有 API 的测试能力。好，那你看到这个，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说，那他们公司是不是没有专门的 QA？那他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的品质 OK 吗？交给 PM 做测试，这样是 OK 的吗？好，当然，也许就是新创公司嘛，没有那么多人。好，那你就要去想说，OK，那我如果想投 D 公司，那我除了共同技能之外，那我要看得懂 API 我要具备这个 API 的测试能力，我要知道怎么去 call API，怎么去做 response 等等的。好，你要会操作。好，那这大概就是收集职缺的资料的范例。好。那收集完职缺资料不是就结束了嘛？刚刚有说第4步嘛，第4步是什么？要拟定学习计划嘛。所以你先把共通技能，你先不要去管那个非共通的，因为非共通每家公司不一样。如果你今天有特别想要去哪家公司，你再去针对非共通的学习就好。那你第一步你要先做的是共通技能的这个评估。你把共同技能写过来，就是刚刚说的4项嘛，我稍微有简化一下，就是专案管理、公共规格撰写、数位工具能力、沟通协调你看一下。专案管理，你觉得你自己是80%你这个数位工具觉得是100%，你就是很会用数位工具。好，你写完这个之后，这个东西并不是要你去写什么75、29、83，不需要那么的细，你就是一个大概的评估。那评估完之后，你要去描述你个人经验，不是说你觉得100就是100嘛？那怎么描述个人经验？你就可以去看看说，比如说数位工具前面就是讲说他要的是 Jira、Figma 嘛。你可以描述个人工作经验你过去团队就是在用这2个工具所以你当然是100%或者说工人规格撰写你觉得是80，那为什么你可能过去你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可能
有一些东西你还是要靠 RD 去帮忙才能把它写完那可能就是80这样子。所以你的这个胜任评估记得一定要搭配你的描述个人经验这件事情一起做，不然的话你这个评估没有意义你一下60一下90，对，所以你要去想想说你以前有没有做过。好，那如果真的没有做过，或者说这个胜任评估可能离得有点远，好，那你就要去拟定具体的行动方案嘛。你要在现在公司寻找机会去学做中学，这个是最省钱的嘛，就是公司花钱让你做新的专案学新的东西这是最省钱的接受新的挑战。那你也可以这个看书嘛你可以上线上课程参加培训参加讲座工作坊等等的。其实以现在资讯的流通来说，其实你不用担心的是没东西可以学，你要担心的是说你自己有没有那个动机，你到底自己的动机有多强，你想不想学这可能是现代人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这个思想上的巨人嘛，但行动上是个侏儒嘛，就是总是想很多，想得美好但是真的要做就是做不到，我太懒了这样子。好，大家都一样，包含我也是这样子。好，那这边快速讲一下说，那如果以 PM 来说的话，共同技能需要什么呢？比如说像刚刚专案管理嘛，那你可能就要知道说，什么是 waterfall， 什么是瀑布式开发，什么是敏捷开发 Agile 是什么？那 Agile 里面可能又分这个 XP， 可能分 Scrum， 可能分这个看板等等的，它还有很多的流派。那第二个是功能规格撰写，那比如说你如果是走的是敏捷开发，那你要会写 user story 嘛，你要知道这个用户的情境是什么你身为一个什么样的用户，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去满足什么样的需求这个你要能够掌握。那或者说你走的是这个瀑布开发你要写这个规格书 spec， 那你就要这个每一个栏位把它定义出来这个哪些栏位这些栏位它是准备被什么什么情境下会被取用哪些 API 会被 call 那这个 spec 可能就要定义清楚。那第三个数位工具能力嘛，就是像管理工具像这个 Jira、Trello、Asana 等等的，它其实都是管理工具。那协作工具嘛，比如说 Figma 或 Slack 嘛，像现在应该还是很多公司在用 Line 做这个讯息的沟通嘛，那就其实就很不专业，因为 Line 的那个文件什么都很难管理嘛，所以一般会用 Slack 或者是说用 Teams 这样的工具去做管理。好，那它其实都算是一种协作的工具啦，就是大家一起像 Google 云端，它也是一个协作工具嘛，大家都可以上去编辑。好，那最后一个是沟通协调，大家如果想当 PM 的话，可能大家要练习的就是怎么去做团队合作那团队合作可能不是说当一个烂好人也不是说大家都跟你不错，这叫团队合作。团队合作比较大的一个点是在于说，你有没有办法了解到你团队成员的需求，然后去激励他。就是说可能这个同事可能真的最近失恋了你怎么去激励他？他可能都不想工作了像这种东西，就是团队合作其实很重要，就是你怎么去做一个领导，然后去带领团队再去往前走。那第二个当然不用说就简报能力。如果你想当 PM 的话，你可能随时随地都在做简报吧？对，就是可能一天简报个2场今天做2份，明天简报2场，后天再做2份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好，那我们进到最后一个部分，我觉得我时间掌握的还不错，虽然我讲话语速有点快啦那没关系，它还有录影档嘛，万一想再听，大家可以这个到时候上 YouTube 可以放慢听。好，那第4个部分的话就是寻找适合自己的职涯，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适合自己的职涯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撇开那些实作方法，因为刚前面有讲的实作的范例嘛，就是锁定职缺的目标，然后收集职缺的这个资讯，然后去做一个评估能力的盘点评估，然后去做一个学习计划嘛。但前提是你还是要做一个心态调整，就是为什么你要学习，对不对？为什么你的动机到底从哪边来的？那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很多人都是定型心态，就是关注自己有什么所以说当你求职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往自己内部去挖，你就觉得我就会这个，我会这个，所以你永远都是只从你会的去找你想找的工作。那这个其实就是你都只关注自己有什么嘛，那你就很容易被局限了嘛，因为
你会的东西就是只有这些啊，你也没有打算去学，或者说你永远就是觉得，哎，我自己会这个，我就做这个，哦，这样子是最好，这样最舒服，对。所以说，我们其实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就是说，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社会要什么，哦，就是到底这个社会上面的需求或问题有没有被解决，有没有被满足，哦，到底社会上哪一种工作是最多人需要的，哦，职缺数，或者是说，哎，社会上的问题，哦，我们怎么去解决它？哦，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你要去可以去成长，哦，所以说你就要有这个成长的心态嘛，就是知道说，哎，社会缺这个啊，我不会嘛，啊，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学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其实如果要让自己有动机，大家可以其实好好的问自己说，那你过去是不是都是用定型心态在思考事情？你是不是永远都是觉得我就会只会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是只做这些事情？但其实你反过来说啦，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哦，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组合式的技能，其实才是最强的。那组合式的技能怎么来？其实都是透过成长心态啊，就是不断做中学，或者说特意的持续的去学习或练习，那去让自己成长。好，那这边的话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自己是怎么做这个内在驱动力？好，就是什么叫做内在驱动力？那既然有内在驱动力，一定有外在驱动力嘛，对不对？什么是外在驱动力？大家一定很好理解啊。外在驱动力，如果以上班来说的话，就是这个薪水嘛，公司的福利嘛，好，那或者是说这个奖惩嘛、处罚嘛、业绩奖金嘛，哦，这就是所谓的外在驱动力。哦，那外在驱动力在一开始是有用的嘛，比如说你刚出社会，年薪200万跟这个年薪50万，你会选哪一个？我一定选年薪200万。我说我啦，因为外在驱动力这个差异太大了嘛，所以我当然是这个屈服在外在驱动力之下嘛。可是当你这个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说，哎，你做的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要，你做的事情可能都是一成不变的。那你怎么去唤起自己的内在驱动力，让自己学习？好，那这边分享就是唤起内在驱动力的3个点。第一个就是自主啦，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好，以及用什么方法。哦，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很容易没有自主，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常就是听这个长辈说嘛，啊，读书的时候就听老师说嘛，所以你就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在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其实你都是听别人在说什么，哦，别人给你很多的建议，哦，别人教你怎么做，那你会养成一个习惯说，哎，那其实听别人建议也不错嘛。为什么？因为万一失败了，责任就是对方嘛。因为都是你叫我做这些事情，那我现在失败了嘛，那都是因为你叫我做。所以说，这个缺乏自主的人，他最后就会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这个抱怨的心态哦，就是我永远都是这些事情不是我要做的啊，对不对？所以我做的好或不好，其实都跟我没关系，因为都是别人叫我做，所以失败了也很正常，因为是别人害的。好，那这是自主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求职或者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思考说，做任何事都要自己决定说你要做什么啊，用什么方法来做好。那第二个是专注啦，专注你要怎么维持这个专注力？是说啊，事情不能太简单，但也不能太难哦。为什么事情不能太简单呢？事情太简单，你会觉得这个没有成就感，你不会专注啊。比如说，你可能这个每天的事情就是这个把水倒到杯子里面去啊，太简单了，你很难专心嘛，所以你就练一练，练一练之后，你就倒这样子啊。但是也不能太难嘛，为什么不能太难？因为太难你很容易就怎样3分钟热度嘛。比如说你可能英文不是很好，那你帮自己定了一个这个多益900分的目标哦啊，你现在实力可能300多分嘛，定了一个900分的目标，那就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很认真嘛，就每天背单字啊，开始啊想办法去提高自己的这个英文能力啊，可是发现太难了，就是太难，所以你就会觉得啊，不如放弃好了。为什么？因为你在这过程中你遇到太多的这个无力感跟挫折哦，你就会习得无助嘛。就是说，你就是太习惯这个失败了，所以你就也没办法再往下做了。所以
我们如果想要唤起那个驱动力，第二个专注的话，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做的事情不能太简单啊，但是也不能太难啊。那最后一个就是目标哦，这个目标你要给自己定义哦。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像一开始分享的薪水，那个其实都是外在的目标，你其实应该要问问自己说，哎，到底做到什么事情可以为自己带来幸福感跟价值意义？我举我一个好朋友的例子，他以前也在科技业哦，但是他现在在宜兰就是开咖啡厅，算咖啡厅吗？算民宿结合咖啡厅啦。他就把在科技业赚来的钱，然后买了一栋透天，然后在一楼就是开咖啡厅，然后楼上是住宿这样子。那你问他薪水，当然是天差地远啊，就是开民宿没那么，尤其是疫情哦，真的是有点是赔钱在做啦。但是他觉得他每天这个开店，然后做这个咖啡，然后他有养狗宠物，然后这个来住宿的人给他的回馈，其实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他会觉得他帮社会解决了某些问题，这样，所以目标这件事情呢、大家记得就是不要总是随着外界的定义，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说，那你自己现阶段想要的是什么，好，那你去做这些事情，你才会有价值啊，才会有意义。好，那在这边的话，就是如果求职的话，你也可以去想想说，那你怎么去找到个人的优势啊？那个人优势其实就是硬实力加上软实力啦，然后加上成果。很多时候，不是人家不想知道你的优势，而是说你很难证明嘛，你很难在面试的时候用一张纸去证明说，哎，我真的会这些东西嘛，很难。那你就要有成果嘛。那这个成果是什么？你在前公司或你的作品集，哦，你一定要有一个成果，让人家知道说，OK，你过去做这些事情，你可能开发过可能同时在线100万个人的游戏，OK，那这没什么好做，你就写上去，它就它就可以代表很多事情，你不用很努力的去证明哦，我会这个，我会那个，哦，那事情不是很重要。所以记得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创造成果，哦，用成果去做一个自己职业的证明，这是一个最好的事情。那不要常常说，我可能做半年我就放弃什么的，或我做1年，我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在我手上没有个 ending，我就离开。其实这都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最好做的事是能做到这件事情有一个成果之后，我再走，因为我就可以把那成果收割走了嘛。那很多时候是你做的很辛苦，就差一点点，那个成果被下一个接手人收割，写在他的履历里面嘛，然后变成你丰富了他的履历嘛。哦，那这就是很可惜的事情。好，那最后就讲一下说，那我自己常做的这个最小可行性做法啊，就是我其实最常观察的是这个产业趋势跟环境变化。其实从这个过去，我觉得软体产品经理适合我，然后发现了这个智慧型手机的兴起，到之前我觉得这个数位转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议题，所以我进到出版社，进到教育圈，帮他们做数位转型。到我最后一次转职，我觉得这个 XR、AR、VR 是一个有趣的东西，所以我进到科技业去做这些事情。好，其实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的都是做这个未来趋势、环境变化。你真的要打开眼睛，哦，张开眼睛，打开你的耳朵，去看看说到底现在这个社会到底缺的是什么啊，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提出你的解决方案，就是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那试着用最低的成本嘛，最低成本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你可负担的最差结果嘛。比如说你做这个尝试，你可能要花10万块，你如果身上有100万，OK 啊，那就花，那就是最差就赔掉那10万块嘛。哦，那所以你可以去思考说，你花的最低成本是什么？那最后就是说，哎，假设有做出成果，你记得就是要去定期的做一个检视哦。你可能给这一个计划，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短期嘛，可能是1年。好，那如果像最小可行性的话，你大概可以是1个月，每个月不断的去回顾自己前面做的这些想法被落实，那有没有做到？像我自己在经营自媒体也是这样子啦，我大概经营了3年左右，那我就是不断的去做这些事情，那跟我的正职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然后不断的去实验它，然后让这个追踪人变多，然后去有更多的机会。啊，那去不断的做优化调整这样子。好，那我们的时间刚刚好，我就交还给
回音 好， OK。没问题。一般人啊，可能都会觉得自己会什么才能做什么嘛。那惯性的觉得可能自己只能待在相同的职业和职位。但金佑老师今天分享的经验可以看到，跨领域不是不可能的。来参与 T-Dash 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刚刚提及的分析的表格工具这些的啊，在从 T-Dash 完训之后，能一步步到自己理想的职涯。好，那我们就是开放大家可以先问一些问题，然后你可以帮我打在你的聊天室。我这边自己想要问的问题是，老师刚有提到说跨领域跨职务会比较困难，那也想要询问老师，当时第一次跨领域转职时，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说，我第一次转职的时候，我会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你自己卡住了你自己，你就很怕说你进去会表现不好。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转职的时候，对我来说倒不是能力上面差很远，而是你自己的心态，你会很觉得说自己真的可以吗？我真的 OK 吗？所以我其实第一次跨领域转职啊，应该说我第一次换公司啦，其实很多时间都是在克服这个。我觉得同事或主管稍微讲一些可能比较中立的评价或微微负面，我自己就可能会玻璃心这样子。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就会这样，就会觉得啊，哎，我真的适合这个工作吗？对，所以是哦，心态上面，对那也对。想延伸问一下，就是老师后来是怎么去克服这个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后来就是转职好几次之后，或者是说你社会经验变多之后，发现说，哎，其实追求完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可能啊，对不对？就是像我们自己做软体产品开发，这个做不完就下个 sprint 做嘛，就是只要不要 bug 哦，那使用者体验有点差哦，可能都是一个短期的解法，可能是一个 workaround 的解法，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后来主要是放弃自己，就是觉得，哎，我一定这个表现要很好，我一定要做到完美这个心态。对，然后当然啦，就是实务上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做学习啦，去观察别人啦。这段话感觉对于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即将要进入职场的新鲜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有同学问说，老师在每个职位入职后会给自己多少的时间？例如跨领域要花多久学完产业知识？可行性方法多久要回顾成果？OK，这问题很好。那老实说，就是我自己都是这个骑驴找马。你会发现说我会真的做软体的 PM，其实是因为我在这个中信金控的时候当了人资跟 IT 的窗口，然后碰到了这个系统开发，所以说我其实我入职之后的学习当然会有，可是其实我通常都在入职之前，我应该就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啦。就是你很难是说一张白纸，然后进去之后从开始学，这个是蛮难的。好，但是入职之后的确要学很多东西哦，比如说这个跨产业的知识，其实是真的要了解。像我那时候刚进到这个教育产业哦，我可能那时候108课刚好改版，我那时候最大的想法就是想说，我应该要帮助这个台湾的学生嘛，大家好好学习，用数位的方法哦，更有效率的学习，更开心的学习。就我真的进到这产业之后，我发现不是，其实这个产业大部分针对的都是老师，学校的老师哦，你要怎么让老师比较轻松的完成上课啊？怎么样让老师教的方便啊？怎样让老师可以减少备课的压力呀、所以你会发现说，哎，这个跨产业的知识真的是差很多啦，就是那要花多久，就是看你的不同产业啦，其实不太一定，但是通常你大概半年左右，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个产业大概是怎么运作的。哦，那如果你愿意多问问，如果说你是只是产业知识的话，其实我会蛮鼓励去多跟业务交流的，因为通常业务都比较了解一些有的没有的啦，啊，那些有嗯，的没有，其实对产业知识是很有帮助的。对，所以对你如果跟 RD 可能就没什么好交流，就你要问 RD 产业知识，可能他是可以给你这个很技术上面，但是对这个商业模式是没什么用的。对，那可行性方法多久要回顾哦？我自己大概都是1个月，我通常都会盘点一下哦，比如说我自己在经营自媒体或者自己工作上面，我在每个月我都会自己回顾一下说，哎，那我这个月有没有哪边可能数据跟以前比较差，那我怎么去做调整？像我最近
也开始拍 reels 嘛。我以前只做贴文啊，但是现在 IG 对贴文不是很友善嘛，所以我也开始尝试在录一些 reels。对，那去做了几个尝试嘛，从这个第一部观看人数可能只有2、3千啊，大家做到这个礼拜的最新那一个它目前是破万。对啊，当然也不是很多啊，但是就不断调整嘛，就是慢慢来嘛。对，所以一个月啦，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快一点，就是2个礼拜嘛，因为一般我们在做 Scrum 敏捷开发，大概他通常也是跟你讲说一个 Rachel 大概是2个礼拜到1个月嘛，所以大概是这个时间啊，你就自己定义嘛，2个礼拜到1个月都是 OK 的。就整理老师刚刚的说法，可能会是不同产业间会有一些共通的知识，那也会有一些可能单独产业会有特有知识，只是会需要一点时间去熟悉跟问别人的嘛。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问题。好，下一个问题有同学问说，请问针对新鲜人的薪资谈判有哪些经验或是专案是加分的呢？还是薪资谈判只限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才有筹码可以谈呢？这个难度比较高一点因为通常对新鲜人来说，我相信蛮多人都是觉得，先有工作就好，所以大部分新鲜人可能都会说这个依公司的规定对，那可不可以谈判？其实可以，可是谈判的空间有点小，为什么？因为他并不是要找，比如说这个高阶主管那他的 range 很大。那新鲜人他通常就是一群嘛，那这个 range 他本来就已经设定好，比如说他找这一群新鲜人这个公道价就是这个4万6，对不对？那你去谈嘛，你可能4万6可以谈到4万8那但是你4万6想要谈到5万6，有没有这可能？基本上我是觉得不太可能那所以我分享我的想法给你看，但当然就是你的想法可能也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说，可以争取一个月差2000，我也会去争取。好，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也 OK。那我自己的想法会是觉得说，如果公司开的薪水符合我自己的期待，我就会去的。我其实不会特别去谈判。比如说他开出来的薪水是8万，那我原本的设定就是8万，那我就觉得 OK，我就去了。所以比起说你去做薪资谈判，你可以先想想说你自己可以接受的底价是什么。好，那如果离你的底价很远，那你也不用谈判你就可以直接换下一家了。因为新鲜人他给你的 range 就是比较小他可能不是像那种有经验的，他可能是从这个8到15万他可能都可以愿意开给你看你的经历但是新鲜人他可能就是这个正负可能是这个10% 以内，甚至5% 以内，或者说他有个公道价，最高就是多少钱这样子。对，所以好，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比较有筹码啦。2万5跟20万，这个我跟你说，说实话，我现在的生活比在2万5投入在工作上面的时间比较少，在职场上面的时间比较少。我最辛苦的时候是在新创的时候，那时候大概一个月大概是领5万块左右，但我一天工作10个小时。那我现在月薪20万，基本上我没有在加班，并不一定说薪水高就等于累，其实没有。就是对，所以我前面说累积性很重要。嗯。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词。那我们进到下一题，转职时的薪资该如何衡量呢？可以如何去开哦，薪资？一样就是我们要去看那个业界的水平嘛。你业界的水平，你可以看像这个人力银行有公布嘛，那有一些新闻也会有公布。那最准的是什么？你一定有亲朋好友嘛，你可以去问问亲朋好友他可能在某一家公司或某个产业，你直接问他说大概多少钱，他们通常都会告诉你啦。对啊，你不是打探他的薪水，你是问他说，请他去打听一下，通常亲朋好友都可以问你，那这个是最准的啦，就是问问学长姐或者现在 IG 或部落格很多人都或 YouTube 很多人都在经营直接私讯有礼貌的问他，你如果有礼貌问我，我也会跟你讲，就是或 LinkedIn 上面都可以问，所以不是怎么衡量，你就直接去问真的在里面工作的人，这最快了，这对，这是最快的方法。好，是，然后像现在其实有一些可能出来做自媒体的一些各个产业，会有时候会开放那种可能有 coffee talk 就是你可能请他一杯咖啡就可以跟你聊聊这件事情，也是最快可以了解产业的方式。那对我们对对对，直接找在座的人，对，最快。所以你想要在同一家公司吗？如果想在同一家公司，这个策略是还可以啦。对，那当然你是工读生或实习生，当然不会很严苛大家就知道你是工读生或实习生对所以你如果觉得这家公司
它是有机会内转的哦，那当然可以用这个建议是 OK 啦。那比较担心的是说，那你去做了 B 项目之后，你可能没办法提升，或者说你转不到 A 项目哦，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尴尬，就是说那我是继续在 B 项目继续做呢，还是说啊我 B 项目之前做的有点不算，我还是要从 A 开始啊？你又回到了那个原点嘛，就是你对 A 项目就是不熟嘛，对，所以如果是我啦，我会觉得，如果你喜欢什么，你想做什么，那你就去做吧。对啊，就会比较快啊。你可能绕了半天，你还是要回到源头。我们时间差不多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需要先结束在这边。那就是请大家帮我热烈鼓掌，感谢老师帮我们非常好，认真的回答这些问题，每个都好，是满满谢谢。的知识。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大家。